Hello，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也欢迎大家来到量体裁衣系列的第2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系列的视频的朋友的话，嗨，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么这个量体裁衣系列呢，是我频道里面的一个固定的系列，主要是来和大家分享针对我们不满意的不同的部位，如何去选择衣服来通过穿衣来修饰我们的身形。那么关于今天的量体裁衣的第2集呢，我是想和大家聊聊肩部的这个部位。那么针对肩膀的部分，我观察下来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困扰呢，第一个就是针对一些肩膀过宽的问题，还有就是肩膀过窄，另外一个呢就是溜肩，还有一个其实是在上一个视频里面大家在置顶的留言里面就是点赞最多的一个，会觉得肩膀过厚。但是针对肩膀过厚呢，其实并不能怪在肩膀的身上，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侧面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过厚导致的，连带着肩膀感觉看上去比较厚。所以针对这种肩膀过厚和背部过厚呢，我会做另外的视频来专门和大家讲。那就让我们开今天视频吧。那么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来聊的问题呢，就是宽肩和窄肩。那么对于肩膀窄的人呢，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会显得头大嘛，还有一个问题容易撑不起衣服。那么对于肩膀过宽的人来说，首先会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比较容易显壮，尤其是针对女生。男生我觉得还好，如果肩膀比较宽会显得比较魁梧，然后显得比较伟岸，感觉有安全感。但是女生一旦肩膀比较宽的话，就觉得好像你跟男生的肩膀都一样宽，就没有那种女生的比较纤细的感觉嘛。我们如何判断说我们的肩膀是过宽还是过窄呢？我们就一定要先来了解，我们是通过怎样去判断说一个人的肩膀好像有点过窄了，或者说有点过宽了。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需要结合的就是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全身来看的时候，主要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个身高和体型来看的，不同的身高比较标准的一个肩宽大概是多少。但是呢，如果你只看身高的话，比如说针对我自己来说，我1.72米的身高，如果看那个表格的话，其实我的肩宽是正常的，我的肩宽大概是39.5厘米的一个肩宽。但我只看上半身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看我的视频，那么我的一个头肩比其实没有那么的好，会显得我好像肩膀有点窄，然后会显得我的头比较大。但其实这个位置呢，并不能怪在我的肩膀身上，而是要怪在我的头身上。就像刚刚讲的嘛，针对我的身高来说，我的肩膀是长得 OK 的，它的宽度是已经达到了合适的宽度的。但是因为我的头有一点点的大，所以说在看上半身的时候就会好像显得我的肩膀窄，但是它并不能怪在我的肩膀上。所以头的这个位置不能改善，我就只能通过肩膀来改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肩部的一个条件。所以我平时在穿衣服的时候呢，我比较倾向于会想要让我的肩膀看上去宽一点，这样我只照上半身的时候，我的头看上去会小一点点。那么针对肩膀过宽或者过窄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挑选衣服呢？这个部分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是如何去影响我们的肩宽的。比如说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衬衫，因为它是一个材质非常软的衬衫，并且说它是有整个肩膀部分都是有布料的一件衣服嘛，所以我穿上之后，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肩线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就是一个衣服的肩线。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的这件衬衫是一件垫肩或者说硬版型的衬衫，比如说像这样把它拎起来的时候，这件衣服它就影响了我的肩线，就会让我的肩膀看上去更宽嘛。那么一件衣服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肩宽的呢？第一点就是它会通过肩线来改变，也就是在我们的肩峰的位置。那么哪一些是会加宽我们肩膀的肩线的位置的设计呢？第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垫肩或者说一些宽肩线的设计。那么第2个部分的设计呢，就是例如泡泡袖或者飞边的这样的加宽类型的设计，来达到一种让我们的肩膀看上去更宽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现在穿的这件泡泡袖，它本身这个泡泡的位置是比我本来的肩宽要宽的。比如说我的肩膀的肩峰的位置在这里，然后它这个泡泡袖穿上之后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膨胀效果的，它才会有效哦。那么第3个呢，就是属于那种宽松的硬版型外套，其实它穿在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是有一定的让我们的肩膀看上去更宽的一个效果的，因为它是整件衣服有一个加宽我们整个上半身的一个效果的，所以它多多少少都会增加我们肩膀的一个宽度。那么第4个部分的设计呢，就是属于那种挖肩设计的衣服，也就是我最近比较爱穿的一种类型的设计。衣服的布料是在中间，然后把我们的肩膀的部分给露出来，所以可以达到一个视线上的扩张，让我们的肩膀看上去更宽的一个效果。但是当然它是没有你直接穿一个垫肩的衣服效果那么好的。那么针对肩线的部分，哪一些设计是可以收缩我们的肩膀的呢？
我们如果按照刚刚的加宽肩膀的那个思路来想的话，你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就是肩线的位置比较窄的衣服其实就可以收缩你的肩膀呢？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有实际操作过的朋友可以发现，如果肩线非常窄，然后又是一个很紧身，并且它没有在一个手臂的位置设计出额外的空间的话，你穿上是会很局促的。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利用泡泡袖，或者说像刚刚讲的小飞边，可能你现在想到就会脑子里充满了问号，因为我刚刚在讲到加宽我们肩膀的设计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有和大家分享泡泡袖和飞边嘛，说的是它可以加宽我们的肩膀。那为什么在这个部分它又可以收缩我们的肩膀呢？是因为泡泡袖它其实是可以两用的。那么比如说这一件它其实也有设计小小的泡泡袖嘛，但是因为它本身的肩线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偏窄的，往里收一点点的，我的这个肩膀是刚刚好把这个泡泡袖给容纳掉的。所以说如果你穿的一个不是这种半透明的，就是一个实心的材质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肩膀藏在这个泡泡袖里面。那么这样对于肩膀过宽的朋友来说，我们的肩膀就悄悄的往里面收缩了一点嘛。那么第二种可以收缩我们肩膀的部分的一个设计呢，就是属于那种只在我们的肩膀部分有布料的衣服。为什么说它可以收缩我们的肩膀呢？它其实所用的原理是跟我刚刚讲的挖肩的上衣是一个相反的原理，就是说它在这个部分有布料，如果说你还选一个收缩色的话，它其实可以达到一种在这个部位，就是你的肩峰的部位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来让你的肩膀看上去更窄。所以针对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考虑到第二大最容易影响我们肩膀宽度的一个设计，也就是我们领口的宽度。那么领口的宽度是如何去影响我们的一个肩膀的宽度的呢？也就是说一件衣服，比如说像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它的领口宽度是从这儿到这儿的嘛，就是从我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它留有足够的一个衣服的布料来达到说显示我肩膀的一个宽度。但是如果一件衣服它的领口宽度特别宽呢，那么代表我们肩膀宽度的这个衣服的布料也就会越窄，那么我们的肩膀也就相对而言看上去会窄一些。所以说针对肩膀原本就比较窄的人，我是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领口的宽度比较窄的衣服的，就是它完全紧贴我们的脖子的那种类型的一个领口宽度。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属于所有的部位我们都应该看的，就是说颜色。因为颜色它对于一件衣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深色可以起到一个收缩的效果，浅色可以起到一个膨胀的效果。比如说你是一个肩膀比较窄的人，你在穿衣服的时候，你希望你的肩膀看上去更宽，如果你选择一件浅色的衣服，肯定是要比你选择一件深色的衣服看上去肩膀更宽的。然后好了，这些就是我针对宽肩和窄肩提出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和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时候要看的一些部分。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溜肩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溜肩的话，我自己观察下来，其实要区分为两种类型的溜肩。第一种类型的溜肩呢，就是属于骨骼型的溜肩。第二种类型的溜肩，其实它原本不是溜肩，就是一个正常的肩膀，但是因为斜方肌过大，所以造成一种好像有一点点溜肩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骨骼型的溜肩和斜方肌造成的溜肩呢？对于骨骼型的溜肩来说，我们要看的就是它其实的一个倾斜角度，就是从我们的肩膀和我们的脖子的连接处到达我们的肩峰，它都是直接向下走的。那么对于斜方肌造成的溜肩，它其实只会在我们斜方肌的部分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到达我们的肩膀中部的位置，它其实就停止了。所以说针对骨骼型造成的溜肩，我们需要修饰的部分是整个肩膀的线条。那么针对斜方肌造成的溜肩，我们就只需要修饰斜方肌这一个部分就好了。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区别。那么针对溜肩，我们应该如何去挑选衣服呢？那么首先我跟大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溜肩不太适合的衣服。第一大类就是属于那种露出我们肩膀线条太多的衣服，因为对于溜肩的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整个肩膀的线条。那么这个部分呢，针对的一些衣服就是属于一字领、抹胸，或者说一些肩带比较细的吊带，都是会显露我们的肩膀线条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能选择这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有可能我们穿了衣服，那么在肩膀的这个部分也是有布料的，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是属于一件非常软并且很贴身的衣服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把我们肩膀的线条展露无遗的嘛。那么针对溜肩的朋友，第三个非常不适合的衣服，其实就是属于那种落肩或者说无肩线的衣服。这个部分其实就很好理解了，针对无肩线的衣服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插肩袖的一个设计，就是在袖子的部分它直接连接到我们的衣服本身，它并没有一个肩膀的肩线部分的设计的话，如果说你是一个溜肩，你整个人就会直接这样往下走。那么聊完不适合的衣服，我们就来聊一聊溜肩最适合的衣服有哪些吧。
第一个就是属于领口位置比较窄的衣服，因为一件衣服的领口比较窄的话，就意味着它并不会把我们最斜，也就是斜方肌的这个地方给展露出来嘛，它只要一遮住，你遮住就是代表看不到，看不到别人就不知道。第二种比较适合的衣服就是属于像我现在穿的这种领口的部分有设计的衣服，也就是像这种翻领的设计啊，它只要能够把我们的脖子和肩膀的连接处的这个位置给挡住，也就是斜方肌，就可以起到一个优化我们肩膀倾斜线条的一个作用。第三个比较适合溜肩的设计呢，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抬高我们的肩峰，来达到一种让我们的肩膀看上去更平的一个效果的设计。那么针对这种抬高肩峰的设计呢，我总结出来大概就是有那种真实垫肩的衣服，或者说像泡泡袖啊、小飞边，它其实都是有能够抬高我们肩峰的一个作用的嘛。但是这个部分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那个泡泡袖或者说飞边特别高，它其实会容易因为抬高了我们的肩膀，导致我们的头和我们的肩膀距离更近，就会让我们的脖子看上去有点短。所以我通常在选择这种衣服的时候，我都会选择 V 领设计的衣服，这样可以延长一下我们脖子的线条，把脖子的线条整个显露出来，就可以规避掉这个问题。那么第四种比较适合的衣服呢，是针对属于像我这种斜方肌造成的溜肩，也就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挖肩设计的衣服，它正好把我最不喜欢的我斜方肌的位置给挡住。那么只要把这个部位的线条给露出来，其实就完美的扬长避短了。好了，这些就是我总结下来的比较适合溜肩的衣服。那么其实溜肩也是可以通过搭配来改善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就是女生都有的，就是我们的头发。只要你的头发能够长到把斜方肌的这个位置挡住，把肩膀的线条挡住，也就是达到一种看不到就不知道的一个效果嘛。那么另外一个可以用的方法就是可以通过围巾或者说围丝巾。那么第三种搭配方法是我比较常用到的，就是如果我在穿一个会露出我斜方肌的衣服的时候，我可以通过里面增加一个内搭，来达到把我的斜方肌的位置遮住的一个效果。然后好了，这些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一些肩膀部分的问题和如何去挑选衣服。这就是我这一次量体裁衣第2集针对肩膀部分想和大家聊的一些东西，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有任何接下来想看的一些主题，也可以在下方跟我留言，也可以说写到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不太喜欢你自己的臀部，就可以跟我留言说你究竟问题在哪，比如说你穿裤子看上去会比较塌呀，或者说怎么样的这种比较细节性的问题，这样我把它总结起来之后呢，在之后讲到这个部位的时候可以讲得更加的细致，也可以讲到你最困扰的部分嘛。那么在这个部分我想和大家声明的一点是，我在做这个量体裁衣的系列的一个初衷，并不是想和大家说什么样的身体是标准的，什么样的身体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或者说去让大家看到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又不好，那个地方又不好，这并不是我的初衷。而且我也是想和大家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标准的身体，是真的没有标准的身体的。如果你去把你整个身体都可能通过整容啊，或者说以后你可以通过基因去改变来达到一个完美的人，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无趣的嘛。我们人类每个人的特点就可能来自于说我们的这个部分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那一个部分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来达到说我们是一个非常独立又不同的一个个体。我们首先要先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在了解了我们自己的身体之后呢，我们通过去判断说我们究竟是否想要通过穿衣去修饰这个部分，或者说我压根就不想要修饰，都是你可以去提供一个选项的来选择的。那么我们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在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衣服之后，再在自己适合的衣服里面去确定自己适合的风格，这样可以减少我们走弯路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也会针对宽肩膀、窄肩膀或者溜肩去找一些网上我比较推荐的款式，写成一个微博的文章放在下方的信息栏里面，你们可以去直接看一下，并且这个文章我是会定期的去更新的，最近有在卖的衣服把它更新上去，这样如果说你是在1年以后或者说2年以后看的这个视频，你依旧是可以去看那篇文章，然后去看我推荐的款式的，就是我会保持它一段时间的更新。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视频的内容，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请在下方帮我点个赞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Instagram。对了， B 站的朋友也可以一键3连。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接下来想看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